大家好，我在湖南郴州啊。中国古代皇帝呢，将近500位，有掌权的，有傀儡的，然后有点莫名其妙的当上皇帝的，反正各种各样的皇帝都有。而今天我们站在这个地方呢，也是一座帝王陵，但是这座帝王陵的主人呢，命运呢相当的我们说璀璨一样的，贵族出身，然后又变成平民，然后后面呢又变成皇帝，所以一生的跌宕起伏，但是最终呢却惨死啊。因为他的这个帝王生涯是一个傀儡生涯，而且时间不长。这里是在湖南郴州的市中心，它这个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异地陵。这个在北方陕西或者北京那一带中原地带说帝王陵很多，那么在湖南怎么会有帝王陵呢？这个也可以称为湖南唯一的帝王陵。很多人说可能炎帝陵也是，但是炎帝陵那个时候不是皇帝啊，真正来讲的皇帝陵就是这一座，因为皇帝是从秦始皇开始的，而炎帝和舜帝他们的身份是不一样的，不能称为皇帝。那这座帝王陵是谁修建的呢？是那个刘邦派遣樊哙、周勃修建的。那么说到这个人，大家可能就有点了解了。我们常说中国第一位皇帝是那个，大家猜可能知道了，秦始皇，第2位是胡亥。很多人以为第3位皇帝是刘邦，其实按照正常来讲的话，第3位不是，应该是这个主人异地陵。他是叫谁呢？他姓熊，名辛，叫熊辛。也就是说啊，他那个身份大家就能知道了。当时楚国的那个王位啊是叫熊，那么他这个就是他的后代。那这个故事就很好玩了，我们进去里面边走边说，好吧？为什么会这里有帝王陵呢？我跟大家介绍一下。秦末的时候，我们说胡亥比较那个把秦国折腾没了，就是所以那个时候啊爆发了一个大的起义，叫陈胜吴广起义。那么陈胜吴广起义失败之后，那个天下我们说大乱，那各路义军呢都来了。那这个各路义军来了是哪里来的呢？就还得说一说题外的故事啊。在中国古代，大家都相当了解了。一般皇帝、开国皇帝啊，都会大杀功臣，或者把敌对那个势力啊全部铲除完。比较典型的，我们说刘邦跟那个朱元璋。但是中国古代也有几位皇帝呢，他凭他的威望，他从来不杀功臣，那对敌对势力呢也基本不杀。最典型的就是秦始皇。秦始皇灭了6国之后啊，他把当时6国的那贵族啊，就我们说的侯啊、王啊那些字迁徙到咸阳来，并没有杀他们。这个大家了解一下。包括宋朝的那个赵匡胤也是一样的。那么秦末当时爆发起义呢，其实很多时候啊都是那些6国的贵族，那个我们说的后夷来起兵造反，就是说反对秦朝。所以当时呢，那个陈胜吴广起义失败之后，那天下大乱，各路义军呢群龙无首，那要推举一个盟主出来，那就选择了谁呢？选择了个楚怀王的那个孙子啊，姓熊名辛来当这个盟主，等于是说他就是当时像明朝之前那个元末那个时候啊，当时有个小明王一样的道理，就推举他来当起义军的首领。那这个时候啊，有一个约定啊，就是说为了打倒当时的秦朝嘛，当时那些义军要推翻他们，他们就立了一个规矩，先入关中者为王，就谁进入关中啊，谁率先进入关中，就能够夺得我们说的皇位一样的。结果呢，刘邦先进，但是呢，秦朝的主力是属于项羽击败的。我们说一个巨鹿之战嘛，当时刘邦进入关中，后面项羽击败了那个章邯呢，就击败了秦朝的军队之后，也进入关中。当时刘邦的实力远远不如项羽的强大。当时有个先入关中者为王的约定嘛，秦朝灭亡之后嘛，项羽呢晚于刘邦入关，所以呢就向楚怀王报告说要改变这个先入关中者为王的约定。但是这个当时呢楚怀王就不同意啊，还是坚持这个约定。项羽呢本来就对这个楚怀王啊有点不满，所以呢他这个约定又不改呢，就更为恼怒。所以当时呢那个项羽呢就尊楚怀王为义帝，就是那个时候啊就变成义帝了，我们就说的变成皇帝了。公元前205年冬11月，英布呢将义帝杀了。这个义帝呢，尽管时间不长啊，就当盟主，我们说的皇帝一样的，没几年，因为楚汉战争，包括秦末
起义几年的时间，所以它的作用呢其实也很大呀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我们就简单说一下有什么作用哈。它的作用就是当时起义军呢群龙无首、各自为战的混乱局面，项梁推举义帝呢为各路义军首领，重新号令各路起义军，扭转了岌岌可危的起义形势，为制定实施北上救赵和西进关中的成功军事战略，推翻秦王朝统治，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因为打个比方说，群雄嘛，他有个号令天下，有个统一指挥的，所以说可以称为他为第3位皇帝。这里有2幅壁画，主要的壁画讲述的就是那个受命入关，还有那个天下归汉。等一下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那个当时啊，刘邦那个听从义帝的调遣，成功夺取函谷关，占领咸阳，推翻秦朝的事件。秦朝灭亡是什么事件标志着呢？就是刘邦进入关中，子婴投降。那这个壁画呢，就是那个巨鹿之战，还有4弟于郴，就是把义帝啊杀害于此郴州。然后后面杀完之后，刘邦后来掌权之后，就把他安葬在这个地方。前面不远处啊，就是义帝的陵冢，这个不是太大，然后有一些石像生，那都不是那个时候的，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石像生。这块碑就是真正的文物啊，义帝碑，这个是立于西汉初年，但是上面的那个字啊已经不存在了，所以说这个是2000多年的历史啊。这一块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神道，神道两边呢有那个石像生，但是这里的说法不一样啊，这里呢也不叫神道，这两边呢是叫做镇墓兽，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说的还没有石像生嘛。看看这个石像生是什么呢？大家看一下，有那个辟邪、独角兽、老虎啊这些。我们讲一下镇墓兽啊，镇墓兽是古代的风俗，一般是指一种名器，特别是我们在唐朝的陵墓里面呢，有很多镇墓兽，大家可以去看看。那个唐三彩镇墓兽很多，我们已经看过了。因此呢，设置镇墓兽的目的呢，是为了辟邪，以护佑死者亡魂的安宁。一般的话，外形比较抽象，大家看是不是啊？这个就独角兽，这个我们也常说的叫谢豸，在唐王朝的帝王陵里面呢，特别多，并且我们经常看唐朝的陵墓，也能了解，其实镇墓兽啊，很多外形呢比较恐怖一点，就是比较呢诡异奇特。这个就是华表，这个华表上面应该还有望天吼。这个华表我们在哪里看到最多呢？就是在唐王朝的帝王陵里面。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华表，大家看看华表上面是圆的，下面底座是方的，这个代表什么呢？就代表古代的一种说法，天圆地方。这个就是义帝的那个陵冢啊，义帝之墓，这个也是汉白玉制作的。整个这个陵冢呢高5.2米，直径呢是8.5米，也是半圆形啊。看看，它其实属于说也是很悲惨的，最后被项羽命人杀害这个地方。我们看中国古代历史都知道，从古至今呢，傀儡皇帝的命运呢一般都不太好，这个大家都知道了。哪些人是傀儡皇帝呢？对不对？离我们最近的话就是光绪和同治，他们2个是明显的傀儡皇帝。这个义帝的故事啊，大概就是这样的。这个义帝陵我们简单参观完了，一生是一个悲惨性的人物啊，手上无权，变成傀儡，最后呢被项羽派人杀害，一生呢短短的就这么结束了。公元前205年被杀，他具体多少岁没有记载，但是应该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人物。